中国与美国及澳大利亚三方的战争会在3至5年内爆发，我国人并不意外。叫嚣扩军击败中国，澳方是否有实力？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由于澳大利亚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导致当前澳大利亚国内的反华言论仍在盛行。近期，前澳大利亚军方将领公开叫嚣要击败中国，预测中国与美国及澳大利亚三方的战争会在3至5年内爆发。针对这一则消息，我国人并不觉得意外。抛开在疫情期间我国与澳大利亚之间的摩擦以外，澳大利亚国内很早之前就出现过有关中国的威胁论。别看我国这些年来作为澳大利亚的最大出口国家，两国之间的贸易合作越来越密切，但实际上澳大利亚普遍对中国感到恐惧。他们认为中国的发展速度太过于迅速，惊讶害怕之际也十分眼红，长期以往，妒忌开始在心中萌芽。现如今挑衅我国，一方面是因为有美国在背后支持，另一方面澳大利亚也是想借此战胜中国。例如这一次，前澳大利亚军方将领吉姆·莫兰就预测中美澳三方的战争会在3至5年内爆发。为此，澳大利亚国防部需要批准更多的军费，在扩大军队编队的同时，也要购买大量的先进武器来应对中国军事挑战威胁。不得不说，这位将领是为何如此嚣张，认为能够击败如今的中国呢？从澳大利亚海军的军事实力来看，尽管之前有过一艘航母，但如今早已退役，再加上为数不多的军舰还不够我军导弹塞牙缝，中国海军一年下水的总吨位数几乎都能抵上澳大利亚海军全部的战舰总吨数了。再者，中美澳之间在未来3至5年内爆发战争的可能性非常低。随着中国在亚太地区积极展开经济合作，以及美国拜登就职后没有与中国敌对的意思，未来两边关系缓和是迟早的事。就如俄罗斯媒体所言，美国既不想也不需要跟中国开战。澳大利亚方面为了想击败中国，不惜把美国牵扯进来，谁知美国压根不想与中国对抗，这完全是在打澳大利亚的脸。当然，退一步来说，如果三方真的会爆发战争，美国和澳大利亚也未必有赢面。俄媒对此警告澳大利亚方面，别忘了50年前，美国和澳大利亚曾经联手都没能击败北约军队，当时中国发展的还不是很好，那个时候都没法获取胜利，现在估计更加不可能。有这个做梦的时间，倒不如去针对澳大利亚在阿富汗所犯下杀害无辜平民的罪证调查上。不过显然澳大利亚还没有认清现实，与我国叫嚣对抗会带来怎样严重的后果，遭到制裁还仅仅只是一小部分。如果不及时收手，未来中澳双方之间的经济和政治将全部陷入低谷，届时这一切都是该国自作自受的后果。俄罗斯媒体就此一针见血，澳大利亚的外交无能和傲慢会使其面临更大更多的困境。中国军方在位于山东青州火箭军基地部署了东风26导弹，却把美日推向了深渊，这关美日两国什么事？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近日，有外媒的新闻指出，中国军方在位于山东青州火箭军基地部署了东风26导弹。到目前为止，消息虽说还未得到官方证实，但作为我军的强力武器，一直以来，东风家族任何成员一有什么消息，都会在第一时间受到我国人甚至外国媒体的密切关注。更何况此次的主角还是东风26这样的明星人物，自然少不了一番热议。提到东风26弹道导弹，很多人最先想到的可能就是关岛快递或者关岛杀手。该导弹具备跨区无依托机动发射能力，可以对多种目标进行精准有效的打击，其射程可达到3000公里到4000公里左右，是第一个射程可以达到关岛和关岛美军基地的常规弹道导弹，同时也是我军火箭军中远程打击武器的骨干以及核心力量。尽管东风26能够对美军造成一定的威慑，但是这关美日两国何事？据悉，相关军事杂志的发行人分析声称，东风26在这个敏感时刻部署山东火箭军军事基地，是为了对抗美日在日本的导弹防御系统，也就是两国联合开发的标准3 Block 2A。不管该分析是否是对的，但有网友评论指出，美日在得知东风26部署山东时，他们是最先不对劲的。传言说，两国民众对此非常恐慌，认为这是我军做的反制行动。
当然，目前还不能准确地认定两国民众反应如传言一般，但倘若此次部署行动是针对美日的，顺着这个角度来想，很可能是部署的目的指向的是日本横须贺美军基地。日本横须贺美军基地位于日本东京湾入口东岸的横须贺港。横须贺港整体像一个人形手掌，按照掌心可分为多个区域，其中日本横须贺美军基地的第一区就是美军在远东战地面积最大且功能最全的一个海军军事基地。相比其他的美军军事基地，日本横须贺美军基地里停靠了大量的舰艇。真要说起来，该军事基地的威胁性更高。再者，当前日本与我国的关系并不算太好，尽管该国如今的军事实力使其并不敢轻易地对我国挑起冲突，但要是美国在背后撑腰，保不齐日本会失去理智。另外，美日两国联合研发的标准3 Block 2A 近年来被外界认为是针对朝鲜等国家的，但鉴于日本如今跟美国的关系，我国该做的准备还是要做的。而东风26弹道导弹就是最好的选择，无论是射程、打击能力还是杀伤力，线下部署东风26导弹威慑横须贺美军基地再好不过。必须要说的是，我军当前尽管一直被美国等国家挑衅着，可这并不代表着懦弱、好欺负。倘若真触及底线，届时自然也就不会管什么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了。美国方面承认在背后支持印军，令人惊讶的一幕出现了：印度人为何不感谢，反而心生怒气？印军困守高原不后撤，真相或因此暴露。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以印度的军事实力，哪怕当前在边境频繁搞小动作，到战时也无法在与我军的对抗中占到便宜。自从中印两军早前在边境发生对峙后，印军就不断往拉达克地区运输大量的兵力和武器装备，部署的同时还扬言一定会为在冲突中牺牲的印度士兵报仇。所谓雷声大雨点小，到目前为止却迟迟没有攻击的迹象。就如外界所言，印度最开始在边境与我军作对，就是为了转移国内矛盾，现在也只不过是在做样子给国内的印度人看。当然，也有人对此产生了疑问：印度士兵在边境保暖衣物没有，保暖的营房没有，就连热腾腾的食物都没有，但该国依然不撤军，或许并不是做样子，或者为了不丢失面子那么简单。近日，有消息指出，美方亲口承认在背后支持印军，其装备、物资、情报，甚至特种兵都奉送。然而，印度人却因此大怒，怎么回事？美国帮助该国能够在边境更好地与我军对峙，印度人不是该感谢，为什么反而生气了呢？先从美国向印度提供的帮助来说，除了提供步枪、雷达、单兵系统以及战斗机等武器装备以外，美国还不惜清空库存，向印度提供保暖衣物、帐篷以及食物等物资。就连情报，美军都亲自送给印军。前不久还派出美军特种兵帮助印度，使其能够在边境更好地站稳脚跟。美国驻印度大使对此表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像美国这样如此地帮助印度。换句话来说，美国方面是在告诉印度，倘若没有自己的大力支持，印度军方根本在边境撑不下去。或许这是事实，对印度而言，不管是军事上还是后勤上，跟我军有巨大差距。有美国的帮忙自然是好，但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帮助印度对该国也是百利无一害的。一方面，美国帮助印度，能够从中教唆印度挑起与我国的战争，美国就能坐收渔翁之利；另一方面，美国提供给印度的大量帮助也都不是白送的，而是以高价出售的。美国完全能够赚不少，能利用印度遏制我国，又能赚印度一大笔钱。正因如此，印度人才会大怒。他们认为印度官方到现在都没有看清楚美国的目的，以为买了美国的武器会在边境占据优势，殊不知买军火恰恰导致更大的危险出现，加剧边境的紧张局势。同时，士兵在边境恶劣的环境下，还会出现大量的冻伤等各种问题。如果说印军困守高原还不后撤的真相是由美军在背后支持，那么印度方面反而要认清美国的真面目。该国这不是在帮自己，而是在害自己。从头到尾，印度就是一个被利用的棋子。如果继续顺着美国的意思，边境对峙将会陷入更疯狂的地步。